欣赏。哇，红旗飘飘啊，红色向我扑来。潘西班峰不仅是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最高峰，它还是世居在这片高原的少数民族眼中的神山。这座高达3143米的山被称为印度支那屋脊，传说中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真正抵达顶端，因为在过去必须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好多天才能登上峰顶。而现在潘西班峰有了全亚洲最长的缆车系统，只需要不到20分钟就能从海拔约1600米的山脚下飞跃到海拔约3000米的云之巅。实际缆车到达的地方还要攀爬约600级的台阶，才能站到海拔约3143米的山顶。据说站立山巅能看到云海翻滚、群山环抱，那种震撼让人永生难忘。这集影片跟阿树以往的影片都不太一样，自然风光、人文美食基本上是没有的，它仅记录了我在面对困难时起伏不定的害怕和勇气。Winner， 给我一张小旗子。Con đi xuống sườn rồi, lên lên đỉnh rồi. Đồng bằng đầy cổ. Em chỉ làm gì? Em phải đâu? Em đi. Ngồi xuống đó. 哇，现在好困啊，坐着都快睡着了。中国。住在哪里？哪里省？广西。这个车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越南、中国 ，blood， blood， 在台湾是。一路上来看到不少的小瀑布，山上留下很多的雨水。这个缆车开了还挺久了呢，开了应该不接近20分钟，至少有15分钟。我们乘缆车的那地方的海拔好像是1600多米，所以整个缆车它爬升的高度将近1500多米，很漂亮。彻底看不见了，现在能看到只是这个镜子的反光，这种植物就比较少见了。到了上面以后，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出现了。这个进站了。太困了。上来了，像是进了一个那种冷库一样啊，储存水果的冷库一样。我们能看到这些混凝土啊，都是从那个缆车上运上来的。好冷啊！我看上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穿棉服的。有一个餐厅啊，一些商店卖纪念品。我还以为我穿个长袖已经算聪明了哈，感觉还是要再带一件外套。我行李箱没外套了，请问有没有衣服租赁？新疆。没有衣服租赁，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迎难而上。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凛冽的寒风，还要徒步20分钟才到山顶。如果你不想徒步的话，你可以花40块钱再买第2段缆车。我就不想上山顶了。这种景色上山顶的意义是什么？就没有意义吗？太冷了，这里好冷啊！这件衣服已经是我行李箱里最厚的衣服了。现在离山顶呢还要爬山几百级台阶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继续登顶吗？我最佩服那种人，就是时刻都很有活力。这个1层、2层、3层、4层的一个楼宇。如果我不是拍视频的博主的话，我应该就下去了。但是既然是跟大家分享越南第1高峰的一个景象啊，如果不上去，好像有点半途而废的意思。阿树以前了解过失温，失温是指体温过低，它是一种严重的急性症状，特别是当人暴露在寒冷、潮湿、强风的恶劣环境下，身体散热速度超过产热速度，导致核心体温下降，引发肌肉僵硬、意识模糊，严重时可能昏迷。当人体核心体温降到35度以下时，甚至生命危险。接下来我的表达可能语无伦次，因为失温的恐惧让在寒冷中的我特别焦虑。我靠着语无伦次的说话，试图给自己打气。哇，我现在退缩的心不断的占据上风，因为太冷了。如果我停下来犹豫一下的话，我可能真的就打退堂鼓了。不能犹豫，一直走，不给自己这个思索的空间，让行动的劳累占据思想的上风，不要让害怕的恐惧击垮行动的决心。一直往前走，路在脚下，再远的路也是一条腿抬起来，另一条腿再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步骤。爬山如此，人生亦如此。我发现爬着爬着，好像因为稍微运动起来了，它没那么冷。盛德南亮。光竹山前大雄宝殿。床佛降魔。朋友们，不必害怕，寒冷不足以将你击垮，只要动起来，你的身体自会给你能量，抵御这云端的寒冷。哎 ，Hello， 你好，看到你了。你好，这位跟人以前台湾工作了10年的哈。对，我在台湾10年的。哦，那你的中文还很不错，啊，没有忘记。对啊，你觉得越南哪里最漂亮？很多地方很漂亮，这边也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有达乐的地方呢。就在北部的、南部还有中部，还有很多地方很漂亮。你觉得台湾跟越南像吗？吃的东西可能那个温度怎么是差不多？差不多。我的故乡，第2个故乡了。哦，那很好，有机会常回去。这里是买那个最后一段登顶的缆车的一个窗口，大元是8万的越南盾哦，节假日8万5的越南盾。冲啊！冲啊！跑起来就不冷了。不
不要怕。哇，这里好陡啊！哦，这边是上行的。有个人来跟我聊天，分散我打退堂鼓的心吧。不怕，我刚才是吃过饭的，吃过饭有足够的能量，有足够的热量。这里有那个医疗的电话，歇一下吧。人不是铁做的，不要逞能，休息一下。那个运送一些建筑材料上到山顶，如果我能爬到顶，那就是这趟旅行最大的意义啊！因为如果没有记录到壮美的风光的话，这种心灵的锤炼就是一种收获。我想起我爬山最难的一次是爬四川的悬崖村，那个感觉把我一身的勇气都给耗尽了。后来我爬上去以后，哇，那种气魄云天的感觉，让你生出一种非常豪迈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的，可以的，你也可以的，朋友，加油！很少人这个靠双脚爬上山顶的人，大部分人还是坐那个缆车。哇，到了呀！没到，应该是没到。多闻天王，心情有点激动。这就是越南最大的铜佛像，距增长天王。是刮风下雨，都是成语不言语，一切尽在不语中。2018年建成 ，is the highest and the most elaborate bronze Buddha statue in Vietnam， 是最高也是最精美的铜佛雕像，在越南。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so much. You want one too? Yes. I take for you too. Oh, thank you. I will count to 3. Can you take? I'm going to jump. Ready? Okay. 1, 2, 3. One more time.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给你们看一下，又多了一张自拍照。应该这是电梯啊，还在修建中呢。像中国已经有那种爬山电梯了，这个懒人爬山法，不用你爬山，坐扶梯，直接上到山顶，这是好事啊。这样子的话，一些上年纪的一些游客也能饱览祖国山河。没错，就是下去的，它是上上下下的。我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多次了，在爬江西蜈蚣山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雕像它的介绍语是越南语，没有英语。
There's strong wind in the mountain. Please be cautious, carefully about every step. installed by World 这个语音播报英语一直播报的，这里有强风以及低温，请务必注意身体健康。都来到这了，没有退路，破釜沉舟。这里来到一座宝塔。太冷了。哦，这里有一座这个庙宇啊，终于不是汉字了，是越南语了，新建的吧？还好我吃过午饭了，如果像在中国那种的话，为了拼命赶时间拍摄，午饭根本不吃的。如果不吃午饭，上到这根本顶不住的。这个寒冷会将你身体上的热量给吸干。正在施工修建一些，相机快没电了，给它充一下电，顺便休息一下。开始下了点小雨，看一下那是什么花。这两位阿姐，他们是坐那个缆车登上山顶的。山顶那个缆车呢是单向的，就是说没有山顶下来的那个缆车。这些铜雕像，这个是一个狮子还是一个大象？有个小卖部，卖一些饮料，可乐、红牛。加油，一起加油！快到了，我背得很重。应该有10几斤，1.5升的矿泉水，无人机相机、充电宝，2个运动相机，胜利！啊，山峰就在不经意的转角啊！我还以为还有一段路呢，没想到我刚上了这个闸台阶就看到了。此刻我兴奋的想呐喊一声，做到了。原来旅行路上能够赋予意义的不单是风景，还有一种你克服困难的一种修炼。这一次登顶啊，这个跟武功山的山顶很像，但是我比武功山的山顶要更兴奋。爬江西武功山，因为做好了御寒的准备，爬到山顶势在必得。但攀班峰不一样，孤身一人在异国，情不自禁想到的失温致死的报道，脑海中的恐惧挥之不去，催生了数不清多少次放弃的想法。我的直觉和经验笃定地告诉我，我是到不了山顶的。到最后自己竟然不可思议地爬到了山顶。事后想起，竟然有点分不清这是鲁莽还是勇敢。逼自己一把，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情，这种经验于我而言极为珍贵，在人生中屈指可数。313
四山，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 Top of the Indochina， 就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意思。晴天的时候，山顶是这样的，干梦。大象、妇女、男子、水牛。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四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啊，然后且千沟万壑的，非常壮丽。现在是要把国旗降下来了，你看，要2个人才能把国旗降下来。这面国旗是我在越南见过最大的越南国旗，在河内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国旗。是。菲律宾的这些美女们 ，One video OK。Mabuhay Philippines! From Pansipan Peace! Thank you. Hi. Hi to the audience. We'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ur very good vlogger. Thank you. Vlogger from China. OK, thank you. Yes, explore China. Yes. 在上面，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嗨啊！一群特别活泼的菲律宾的这个女孩，在这里玩国旗玩了好久啊！每个人轮流拍照，拍完越南的，拍菲律宾的，哇！好了，下山吧，心满意足。这些雕像啊，是通过缆车，拉到山顶了以后。再搬到下面，在云端之上，重楼郁郁，让我想到在中国最冷的城市，最冷零下58摄度，打开窗户，冬天也是这样子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现在山上响起那种飘飘欲仙的那种佛教音乐。我们回到缆车站这里了。好有缘分啊！回来又遇到，就是刚第一次在缆车见过一面以后呢，就是在见面的时候呢，一直跟我打招呼，嗨呢，啊，还开心。
我也觉得太有缘了。你看这上面度过了这种阴雨绵绵的1-2个小时以后，好像以为整个沙巴都这样了。其实你看山谷下面那个阳光普照的，俨然2个世界。con đường đi này nhiều, đường trường nhiều. Ai leo lên đi, thằng leo lên chặt đường rong đến được Lấy được núi đây. Máy đây có. Cái đi ra. Vậy mình chỉ được thôi đọc nhắn đi. 终于又看到太阳了，久违的太阳。Bận vô gần 4 năm 7 thì nó chạy qua hàng thôi. Để mời lại. Ủ tái rồi em bắt đầu đấu tái đấy. Không ủ tái đó. 越南北部很多山，一个本地人告诉我，他说河内为什么是越南的首都，是因为如果发生打仗了，那么可以往山区这种去躲藏，然后。有点冷，不行，现在就有点热了。看一下下面纵横交错的，错落有致的梯田。越南时间4点38下来了，工作人员也下班了，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